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真相揭晓，表面平凡，实则不凡。冯绍峰终究看走眼。从农村女孩到实力演员，赵丽颖用倔强与坚持逆袭人生。与冯绍峰来得快走得快的婚姻背后，藏着事业与爱情的艰难平衡。她像拼命三娘般在58度高温下拍戏，用演技打破圆脸眼部了女主的偏见，如今活成了独立女性的典范。赵丽颖算是85后这帮姑娘里现在发展的最顺的一位了。一直拼事业的小赵，如今的资源让人羡慕，凭实力赢得一切，看着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容易啊。她的感情经历从出道一开始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她曾自己透露，第一段感情是在高中那会儿开始的，从和陈晓的往事，再到和冯绍峰结婚生子，这一路走来，真是跨度挺大。再看看她后来事业挺顺的样子，好像少了几分往日的那份开心。恋爱结婚，那会儿和冯绍峰正式宣布结婚的消息，可真是闹得挺大的。说实在的，那个时候觉得挺惊讶的，但其实两人早就露出点端倪了，就没有搞恋爱婚礼，直接宣布关系了，算是直接公布吧。那会儿被抓拍到两人一起回男方家留宿，还在拍知否时，两人露出的那种甜腻腻的笑容，其实早就偷偷摸摸的在谈了。不得不提，当年冯绍峰在娱乐圈里的地位可真是不低，可以说是赵姐挺难赶上的位置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冯绍峰的演技确实是没得说。他拒绝了学院的留校邀请，虽然他的水平已经完全可以胜任教师岗位了。在娱乐圈里，他一直塑造着儒雅少爷的形象，这也是很多人称呼他为冯少的原因之一。当时两人宣布结婚的消息一出来，赵丽颖的不少男粉丝气得直接把他的账号给取关了。不过大部分网友反而送上了真诚的祝福。结婚仪式刚过去没多久，这两位就行动得挺快的。他们在2018年宣布的，第2年3月就迎来了宝宝，搞得比不少明星还要快呢。可没想到，结婚3年后，他们就分道扬镳了。这段婚姻真是来得快，走得也快。一想起他们恋爱时被拍到那份甜蜜，真让人唏嘘。那会儿赵姐像个小女孩似的，结婚以后，也许她其实没想象中那么开心。一下子从谈恋爱到结婚，可能会让生活中的反差挺明显的，感觉有点难适应。婚姻得靠2个人共同打理，不能光是赵丽颖一个人在忙。冯绍峰在某档综艺里也曾抛出过内心深处的问题，明显能感觉到他对这段感情也挺迷糊的。关于之前提到的那段感情，冯绍峰和倪妮也曾公开宣布过在一起，后来又和平分手了。这段婚姻搞得他越陷越深，怎么也拨不开。他甚至会想自己是不是配不上赵丽颖，心里可能没有底，缺少点自信。就是在那之后，这段感情也就到了3年时间，无惊无讶地走到终点。两人性格差得挺远的，结了婚之后要相处也挺不容易的。像赵丽颖这个性格特别坚韧，拍戏受伤背都受了也不会喊疼，心里怎么想的自然也藏不住。谈到另一半，她更看重的是在自己忙碌时能理解自己，给点力的那人。她更在意的是那个在自己忙碌时能体谅自己，愿意帮一把的人，而不是一直给她表现出冷漠、无奈和失落的那个丈夫。在这之前，她跟陈晓的绯闻也算是摆在台面上了。虽然他们都没正式承认，但那会儿大家一看就都明白了。曾几何时，两人还被叫做荧幕情侣，许多熟悉的人都知道，他和陈晓的联系那叫一个铁打的铁，关系好的不要不要的。没被承认的恋爱，他们多次亮相在节目中，主持人一提到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俩人表现得挺拘谨的，明显挺尴尬。懂的人都明白，互相依笑，心里的话都不用说，清清楚楚。从那表情可以看出，其实他们心里明白，只是装得挺轻松的模样罢了。
真是揪心啊！赵丽颖在节目里都忍不住提醒陈晓：“你来说话呀！”双引号，这个关系一目了然，就是想让男方亲自给个答案。在主持人第二次催促的更紧一点后，陈晓才慢悠悠地回了句：“先保密吧。”双引号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嘛，的两边都觉得合适了才行。陈晓一句先保密，其实也给出了答案啦。也许赵丽颖早就能看得出对方的小心思，那会儿两人都正处于事业腾飞的阶段，保持低调对待私事，才算是真正明智的做法。两人之间的恋情传闻也不是没有依据的。那会儿两人在节目里搭档，陈晓顺手一挥给赵丽颖喂了东西，从她的表情能看出赵女士挺高兴的。之后陈晓被曝出恋情，赵丽颖随即把和他有关的所有社交平台联系都清空了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突然断了，两个联系都没了，几乎变成了毫不相干的陌生人。和冯绍峰相识那会儿，之后又经历了离婚，这段婚姻的点点滴滴都难以忘怀，孩子的牵挂也始终放不下。赵姐好像不会轻易再开始新的感情，除了忙着拍戏，她还得顾着孩子。感情这回事儿，反倒显得没那么紧要了。毕竟那10几年拼下来的事业不能就这么放弃，现在的她也算是熬出来的。赵丽颖确实不简单。跟冯绍峰一比，赵丽颖出身农村普通家庭，条件也不算多么优越。或许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受环境的熏陶，早就培养出她那坚韧不拔、倔强不让的性格。刚开始走演艺圈的日子，说不上特别辛苦，但也绝对算得上一路荆棘满布。在娱乐圈，要是不搞点关系，很难继续往前走。就这样，他咋就变成了逆风翻盘的典范呢？他自己曾提过，一直在坚持着，不管每天跑配角，也不管演不了主角，他那股不屈不挠的劲头，爱和自己较劲，变成了他的标志性特点。幸运的是，天助有心人，在冯小刚导演的青睐下，他终于迈出了进入娱乐圈的第一步。后来，他还被于正夸过，曾在宫锁沉香的拍摄过程中摔马受伤。他一贯坚持不愿用替身，结果伤到腰椎，现在还留有后遗症呢。那个后腰上的花式纹身，是专门为了遮掩那道疤痕，日子久了，努力终究会有回报。后来陆贞传奇也是在于正的喜欢之后，才算是他拍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剧。即便如此，平台方面仍然不买账，觉得袁莲演不出大女主的角色。双引号，面对这种挑剔，赵姐的韧劲可不是盖的，事实摆明了，受到质疑其实并不算啥，要紧的还是用真本事让那些议论声消停。果不其然，这部剧最后凭借超高的收视率冲上了榜首，多少人的童年里少不了陆贞这个名字，成了大家珍藏的回忆。靠着一部爆火的剧集，不仅实现了逆风翻盘，还彻底打破了大家对圆脸不适合演大女主的偏见。在58度的火热天气里坚持实景拍摄，赵丽颖那拼命三娘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接到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这部剧时，她的演技已经变得更加成熟了。她挺灵犀的，每天都拿着《红楼梦》原著当参考，琢磨了半天，等到播出后，口碑还算挺不错的。这部剧里她的演技挺有看头的，甚至一度被叫做养老剧。结语：跟同期的小花一比，这会儿她的演技已经达到不一样的档次了。凭着自己的努力拼搏打拼事业，直到如今事业顺利，婚姻也不再是女人的枷锁。挺好的婚姻关系是彼此扶持、互相帮助的，如果不合适的话，也自然会各走各路。现在的冯绍峰和赵丽颖完全不一样了，别看之前的模样，最近又有人爆料说他和景甜闪婚，事儿真不少。不过挺快的就被澄清了。现在的赵丽颖嘛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转型的妥妥的，毫无疑问是位真正的实力派演员了。不管他们现在怎么样，能过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。
毕竟还得照顾那个儿子，靠双方多沟通配合，才能让他健康又快活地长大。不合适的人在一起，终究就像浪费了感情。希望每个人都能遇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那个人。提起赵丽颖，很多人第一印象是她那张清秀的脸庞、温婉的气质，以及她在荧幕上塑造的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角色。可是，如果仅仅停留在长相甜美、气质温柔这类标签，那就太低估她了。赵丽颖的身上远不止这些表面的特质。她走红10余年，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北漂女孩，逐渐成长为影视圈的顶级女演员。这一路上，她用汗水、智慧和执着证明了自己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容易被她低调甚至看似普通的外表所蒙蔽，认为她只是幸运。但事实是，她的成功靠的是极致的努力与韧性。冯绍峰作为她的前任伴侣，或许在某些时刻没有真正看清她的独特之处，但如今随着赵丽颖一步步绽放光芒，人们才越来越明白，她远非一个看似平凡的人。回顾赵丽颖的经历，她并不是那种一出道就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女。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没有强大的背景资源，也没有经过系统的科班训练。她甚至不是那种一眼惊艳全场的标准美女，因此在最初进入娱乐圈时，几乎没有人看好她。但正因为起点低，她更懂得如何珍惜机会。她在跑龙套时，从不嫌弃角色小，哪怕只有一个镜头，她都会全力以赴。这种对表演的尊重和对事业的执着，让她逐渐积累口碑，也为她后来的爆发埋下伏笔。她的成名作《花千骨》几乎是全民爆款，赵丽颖凭借小骨一脚火遍大江南北，观众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这个貌似平凡的女孩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。她演绎的那种真挚、隐忍与爆裂感，深深感染了无数人。但赵丽颖没有停留在这份成功的舒适区，她清楚地知道演员的生命力在于突破，所以在后续作品中，她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。从楚乔传的坚韧女将，到知否知否的温婉明兰，再到谁是凶手里的心理复杂人物，她一次次打破观众的固有印象，让人看到她不一样的可能性。如果说外貌是一种天赋，那么演技与人格魅力才是演员真正的底色。赵丽颖的魅力在于，她不仅能在荧幕上打动观众，更能在现实生活中给人以启发。她经历过婚姻的起伏，也承受过无数流言蜚语，但她始终保持低调，鲜少借助私生活来炒作。她不解释，不抱怨，而是把所有的能量都投入到工作和成长之中。很多人可能觉得她离婚后是受害者，或者被辜负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她其实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女人的价值绝不是由婚姻来定义的。她的独立、自信与强大，正是她最不凡的地方。有人说，冯绍峰可能没有完全理解赵丽颖的内核，他看到的是一个温柔、善良的女人，却可能忽略了她骨子里的坚韧与野心。赵丽颖并不是那种依赖他人、渴望被保护的女孩，她更像是一棵在风雨中生长的树木，看似柔弱，却有着不可撼动的根基。正因如此，很多观众才觉得冯绍峰看走眼，没有珍惜这份不凡。可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人生的经历本就没有白走的路，赵丽颖与冯绍峰的故事也许并非遗憾，而是让她更加坚定了要走好自己道路的契机。如今的赵丽颖早已不再需要谁的光环来衬托，她用一个个成功的作品证明自己，她用一次次惊艳的亮相让观众折服。她的时尚感越来越强，她的气质越来越自信，她的眼神里闪烁着无比坚定的光芒。她的经历也鼓舞了无数普通女孩，即便你出身平凡，即便你没有优越条件，只要你足够努力，足够坚持，总有一天能逆风翻盘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从观众角度来说，我们之所以喜欢赵丽颖，不仅是因为她的美貌和作品，更是因为她身上那股真诚和韧劲。她不像一些明星那样高高在上，
她身上有一种接地气的气质，让人觉得她就是邻家女孩，却又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光芒。这种反差正是她最大的魅力所在。当我们讨论赵丽颖的不凡时，不能忽略她对行业的影响。她用一部部作品不断拉高了女性角色的高度，让观众看见女演员完全可以撑起大剧，可以成为票房和口碑的保证。她的存在也在无形之中鼓励了更多女性演员去追求多元化的发展，去争取属于自己的舞台。或许未来赵丽颖还会面对更多挑战，也难免遭遇新的争议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她已经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。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用坚持赢得了尊重。她早已不是那个需要别人定义的花瓶演员，而是一个能真正决定自己命运的女王。写到最后，想对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说，我们喜欢赵丽颖，未必要去放大她的私生活或拿她和谁对比，真正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欣赏的是她那份执着，那份努力，以及她敢于在风雨中前行的勇气。人生的路上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被低估、被误解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闪光。赵丽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平凡的外表之下，也可以藏着非凡的灵魂。希望大家都能从她的故事里汲取力量，坚定走好自己的路，哪怕别人一时看不见，总有一天，你的不凡会被世界看见。王一博新物料惊艳发布，剪影大片艺术感拉满，引爆全网关注。光影魔术下的王一博剪影大片，用纯粹线条演绎千面魅力，每一帧都像在诉说不同故事。品牌这次的高级玩法，将艺术与时尚完美融合，让人惊叹少即是多的创意力量。今天的宝发布的王一博新物料，哎呦我的天啊，这简直不要太炸裂！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普通的广告，结果一看那个剪影在不同灯光下晃来晃去的，真是眉头都皱不起来的高级感。那感觉就像走进了电影大片的世界，光影变幻间，王一博的轮廓仿佛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，一会儿酷飒，一会儿温柔的像邻家男孩，可变幻出的风情，直击我心底的软点。说实话，品牌方每次出手都带着点炫技味儿，这次完全不同凡响。用剪影这种纯粹的线条去演绎王一博的多面，简直是在用视觉艺术在跟我们做戏。那艺术感炸裂的让我屏幕前都忍不住多看几眼。灯光一变，原本平凡的剪影瞬间变得梦幻莫测，奇幻的像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人物，一会儿酷劲十足，一会儿又温情脉脉。不得不感叹，这次广告大片的创意简直就是心思细腻到爆炸啊！谁说只有娱乐圈才能玩出点新意？品牌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吓人一跳。这种用光影打造的魔术，不仅让人惊讶，也勾起我对艺术的无限遐想。说实话，看到那一幕幕剪影在灯光中摇曳，就像在看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，心里真的是满满的震撼。一想到王一博还能用不同的姿势去诠释自己，心里就升起一种哇塞，不愧是行走的照相馆的感觉。他的美貌在这不同灯光和影子的映衬下变得更加立体，那么多角度，多姿态。每次看到他，感觉都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，千人千面，无限可能。那种感觉像极了变魔术一样，给观众带来惊喜，带来期待。实际上，这品牌这次真的是又是高手在民间，用纯粹的剪影技巧配合光影的变换，真是匠心独运。每一帧似乎都有故事，都是在挑动我的视觉神经。我甚至能想象一下，他们为了这个效果折腾了多少次试光、调色，都值得一看。毕竟要把一个人变成线条艺术，谈何容易？的宝这个操作，直接把艺术和时尚结合到一块，给人一种新鲜感炸了的感觉。也不怪得粉丝们这么狂热，评论区都炸开锅了。有人说，这剪影堪比电影大片，有点让人看得停不下来的冲动。还有人吊胃口问，
这会不会是王一博的又一蜕变标志？句号，哈哈，答案我不用傻猜，反正就是看得我眼睛都亮了吗？对比之前那些千篇一律的宣传照，这次的创意真的是从平凡掉了个大坑。没有那种机械的站姿加微笑，反而用线条、光影去讲故事。这种感觉就像是艺术指导偷偷告诉你的秘密：人可以多变，风格可以变，没有固定的模样，任何灯光下都能演绎不同的我。而这一点正是王一博的魅力所在，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秒会是什么样子。我个人挺喜欢这种剪影风带来的神秘感，它像是一个层层叠叠的迷宫，让人越看越想深入。不知道我是不是脑补过度，但我总觉得这背后一定藏着不止眼前的美景那么简单。可能设计师在灯光、角度、剪影上都费了不少心思，要让它在不同光线下展现各种态度，就像画家在画布上挥洒自如，每一笔都带着细腻的感情。这次的宝的王一博剪影大片，不光是视觉上的震撼，更像是一场艺术的盛宴。用最简单的线条，打造出最无法忽视的魅力。这种少即是多的创意，真心令人敬佩。完全不用多余的花哨，就靠光影和轮廓，一下子点亮了整个审美空间。看完之后，我只能感叹一句：艺术真是无处不在。品牌不只是在卖东西，更是在用画面讲故事，用光影塑造形象。像王一博这样，能让每个镜头都变得值得反复观看，真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宝藏。我想说的是，这种创意绝不只好看那么简单，它代表了一种勇于突破、敢于创新的精神，对自己作品的极致追求。我还是得说，这波操作真的是教科书级别。单凭一组剪影、一个灯光，那份高级感已经远远高出许多广告大片了。这让我一次次相信，真正的艺术不需要多花哨的包裹，它本身就能让人沉醉。要是用一句话总结，那就是一个人的魅力真的可以通过光影变换，化作永恒的律动。看着王一博在这片影像中舞动，我只想大声说一声厉害了！这样的品牌和艺人才是真正的画中人。每一次品牌与王一博合作推出的新物料，总能在第一时间占据热搜榜单，引起网友的广泛热议。而这一次的宝发布的全新物料更是让人眼前一亮，一格个剪影，在不同灯光的映衬下，王一博展现出多样的姿态与神情，那种若隐若现的氛围感，不仅赋予画面浓厚的艺术气息，更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光影交织的电影大片中。这样别具一格的品牌创意，不仅赢得了粉丝的热烈追捧，也吸引了不少路人的注意与点赞。为什么王一博的剪影大片能够如此迅速的出圈？这背后其实是多重因素的叠加。首先是王一博本身所具备的独特气质，他的外形条件极佳，立体的五官和修长的身形在光影之下更显轮廓分明。而相比传统的直白展示，这次的剪影手法弱化了外貌的具体细节，却放大了他的肢体张力与整体氛围感。正是这种虚与实之间的平衡，形成了别样的高级感。观众并不是简单的在看一个代言人的形象，而是在欣赏一件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。其次，王一博所传递出的个人特质与品牌创意产生了极强的共鸣。剪影的概念本身象征着多面性与可能性，而这与王一博一直以来所展现的多元身份不谋而合。他既是演员，又是歌手；既是舞者，又是赛车手、滑雪运动员、攀岩挑战者。他不断跨界，勇于突破自我，带给大众无限惊喜。而剪影在不同灯光下变化出的不同姿态，恰恰呼应了他身上这种丰富多彩、不拘一格的特质。品牌借助这种艺术表现手法，不仅提升了整体视觉格调，也成功塑造出与王一博高度契合的传播主题。第三，从市场传播的角度来看，这类物料的视觉冲击力非常强。社交媒体时代，大家的注意力转瞬即逝，
要想真正吸引人停留，就必须在第一眼就让人感受到与众不同。王一博的新物料正是抓住了这一点。传统的代言照可能只能满足基本的美感需求，而这组剪影大片却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展现了新意。灯光的变化，姿态的切换，每一帧都足够精致和耐人寻味，这样的画面天然就具备了传播力和讨论度。于是很快，相关话题在各大平台铺开，网友纷纷转发评论，不论是粉丝还是路人，都被这种艺术大片感深深吸引。与此同时，王一博的个人魅力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一个好的视觉作品能否引发共鸣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绎者能否赋予其灵魂。王一博在面对镜头时的松弛感与专注力，恰恰让这些简单的动作与姿态充满故事性。比如微微低头的瞬间，剪影里流露出一种沉静与克制；稍稍抬手的动作，又带来一种洒脱与自由。光影之下的他，不再是单纯的明星代言人，而更像是一位正在叙事的角色。这种细腻的张力是无法靠后期加工堆砌出来的，只能依靠表演者本身的气质与状态自然流露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物料的发布再一次印证了王一博的话题体质。在合约纠葛、曝光频率不算高的背景下，他依然能够凭借一组物料迅速掀起热议。这说明他的顶流地位并不依赖于高频营业，而是依赖于内容本身的质量与个人的不可替代性。换句话说，即便不常营业，只要一出手，就足够惊艳，足够有分量。这种稳固的存在感，正是王一博区别于许多流量明星的重要原因。当然，这样的成功背后离不开粉丝的力量。王一博的粉丝群体一直以高凝聚力和高参与度著称，每一次物料发布，他们都会主动参与传播与解读。而这次的剪影大片更是激发了粉丝们的二次创作热情。许多粉丝自发进行截图、拼接、二创视频，甚至有人把这些剪影做成了艺术周边，进一步放大了物料的热度与影响力。由此可见，品牌与艺人、粉丝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，品牌提供高质量的内容，艺人赋予其独特魅力，粉丝则成为最有效的传播者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王一博的这次新物料其实也反映了当下娱乐与商业合作的新趋势。单纯依赖明星效应已经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，观众越来越希望看到具有审美价值与创意内涵的作品。而王一博与德宝的合作，正是用艺术感与大片感成功突破了传统的代言思路。这样的尝试，不仅让品牌收获了话题与口碑，也让王一博的个人形象再一次得到加分。总结来看，王一博新物料之所以能够惊艳出圈，原因可以归纳为几点：其一，光影剪影的艺术表现手法独特新颖，带来极强视觉冲击；其二，王一博的多元气质与剪影所象征的多样性高度契合；其三，他本人的表演力与气质赋予了画面灵魂；其四，品牌与粉丝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传播合力。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，使得这组物料不仅是一场广告展示，更是一场艺术与商业的双向奔赴。最后，想把一些话送给屏幕前的你。很多人会好奇，为什么王一博总能在不常营业的状态下依然掀起热议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当你真的足够努力、足够专注，当你不断为自己积累作品与实力的时候，你的每一次出现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王一博用行动证明了，平凡并不是唯一的出路，真诚和品质才是长久的密码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这同样是一种启示。无论是在学业还是在工作中，都不必盲目追求曝光和热闹，而应当专注于提升自己的能力与价值。只要你在积蓄力量，当机会来临时，你的一次亮相就足以惊艳四座。王一博的剪影大片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，更是一份属于青年的答卷。它告诉我们，光影之间藏着无尽可能，专注之下
闪耀独特光芒。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，不惧外界的喧嚣，用行动去诠释自己的价值，活出属于自己的高级感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